I take a step aside here. There is quite a bit of military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line because of this government shutdown. We're in day 9 of it, and they're here for a food pantry. Lately, it has been a lot. Like, we were here last week and we were in line for like 2 hours. In a normal week, we usually run out of food about 1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Last week, we ran out of food about 10:3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敢想吗？堂堂的美国军队，他们的士兵，他们的军官，竟然要去排队领救济粮。没错，你没听错啊，我也没说错，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去慈善机构门口领着免费的面包、罐头、土豆那种救济粮。这画面你脑补一下，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硬汉，胳膊上纹着鹰，脸上写着坚毅，结果一转身，领着老婆孩子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着别人给你发一袋子吃的。这事说出去是不是比老板跑路、老板娘抵工资还魔幻啊？但是它就是发生了呀，这个不是我瞎编的啊，这是当时美国各大新闻都报了的真事儿。这号称是世界第一的美军，怎么就混到了要饿肚子的地步啊？这背后到底是一出怎么样的荒诞大戏？话说这个事儿啊，得从一个叫政府停摆的词儿说起。这个词儿听着挺吓人的哦。啥叫政府停摆？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那俩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又干起来了，跟小孩过家家似的，为了预算案，为了钱怎么花，吵的是不可开交啊。这边说你必须得听我的，那边说我偏不，这俩神仙打架，最后的结果就是国会不批钱，政府没钱花，没钱，那联邦政府的好多部门他就得关门啊，这就叫停摆。你想想，你家小区物业因为2个老板吵架，突然不发工资了，那保安也不干了，保洁也不干了，整个小区就乱套了呀。美国政府停摆就跟这差不多。而最要命的是，美军这130多万现役军人啊，他们也是属于政府雇员，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政府停摆，他们的工资1分钱都别想拿到，全员免费为国站岗，无偿为国加班。Why did you join the army? Why did you join the army? I don't know. For money. Huh? For money. Why you join the army? Why you join the army? My house. Why'd you join the army? For the money in the. I was in Home Depot working, but they told me it's like when I get the green card. Why you join the army? To get drunk every day. Hey, sir, why you join the army? Money, money, money. Hey, why'd you join the army? Cause I couldn't fucking think of anything better to do. 时间来到10月11号，这政府停摆，它已经进入到第11天了。11天没工资，对咱们来说可能觉得这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美军家庭来说，那可是天塌下来了。为啥呢？因为这个美国人包括这些军人，他们没有几个有存钱的习惯，他们就是典型的月光族，甚至是月欠族。这工资一发下来，立马就要还信用卡、还房贷、还车贷、交水电费。那这一串账单下来剩不下几个字啊。他们活的就是现金流，就像一条河，这水得一直流啊。现在上游的水龙头给关了，那下游的河床立马就得干了呀。那很快，全美国人就看到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在弗吉尼亚州，在德克萨斯州，在加利福尼亚州，在好多美军基地附近的食品救济站就出现了同样的场景，穿着迷彩服的美国大兵，还有他们的家属排起了长的不见头的队伍呀。这些救济站的工作人员都说从来没见过这阵仗啊。电话被打爆了，门口的队伍从街头排到了街尾，来的人里有海军的、陆军的、空军的，还有最牛的海军陆战队。好家伙，这个美军各大军种这是在救济站门口搞起团建来了。 Wha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amount of people that you've seen from today to previously? So when we first started coming, there definitely wasn't this amount of people. It was a lot, but it wasn't this amount to where it wrapped around the building. But lately it has been a lot. Like, we were here last week and we were in line for 2 hours. In a normal week, we usually run out of food about 1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Last week, we ran out of food about 10:30. 这画面一流传出去，全世界都炸锅了。尤其是前阵子当时的总统特朗普还刚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军阅兵，几十艘航母、神盾舰在海上一字排开，飞机是从头顶呼啸而过，那叫一个威风，那叫一个我们是世界第一。结果呢，这个镜头一转，这些开着几百亿军舰的士兵正在为一袋免费的意大利面发愁，这简直就是年度最佳黑色幽默呀。那么问题来了，这军队都快揭不开锅了，华
华盛顿那帮政客在干嘛呢？哎，别急哦，他们忙着呢，忙着干嘛呢？忙着甩锅呀！白宫那边立马就跳出来了，新闻秘书对着镜头一顿控诉，说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们的军人没饭吃了，这都怪谁？都怪民主党，是他们死活不通过拨款法案，这才造成了今天的经济焦虑。哎，你听听这个词哦，经济焦虑，说的还挺文雅。老百姓的话咋说？穷的都快当裤子了呀！白宫这招狠呀，他们不光说他们还亲自把美军排队领救济粮的视频给发出去了。他们的逻辑是啥？你看都是因为这个对手太坏了，才让我们英勇的士兵受苦了，大家快来骂他。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这个视频一发，丢的是谁的脸啊？丢的是整个美国的脸啊！他们把军人的困境当成了一个攻击政敌的舆论工具，一把好使的枪，士兵的尊严、家人的温饱，在这些政治算计面前一文不值。而这个民主党那边啊，当然也不是善茬呀，他们就立即反击，明明是你们的预算案乱七八糟，就知道给富人减税，不管普通人死活，我们才不同意的。于是乎，两边就在媒体上吵翻了天，唾沫星子横飞啊！可怜的是那些大兵们啊，他们成了两党争斗的人质和道具，眼巴巴的看着新闻里的大人物们吵架，然后默默的继续排着队，心里面琢磨着下一顿饭在哪儿。这还不算完啊，一个更要命的日子正在逼近。15号呢是这个美军的发薪日，你想想，对于这些月光族家庭来说，这15号就是回血日呀。结果现在呢，国防财务服务部发言人出来说了句话，让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儿。他说，如果国会老爷们在13号之前不给我们授权付款，那15号的工资我们就没法确定啥时候能发喽。啥叫没法确定？那不就是发不了的委婉说法吗？这下整个美军内部的焦虑情绪啊，就像病毒一样的迅速蔓延开来。五角大楼也急了，他们赶紧向这个国会申请，说大哥们别吵了行不行啊？先通过一个单独的法案，先把这个军队的工资给发了，让他们稳住，行不？可是时间不多了，距离13号的最后期限就剩2天了。更要命的是，美国众议院宣布下周一，也就是13号，他们要休会一段时间。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神操作啊？这家里都着火了。消防员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要放个假，休个年假。这不就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这就意味着，如果国会这2天之内不给个准话，那130万美军的工资就铁定要黄了。这消息一出啊，各种给军人提供援助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彻底被挤兑了。美国退役陆军上校肖恩·瑞安，他当时是陆军紧急救援组织的发言人，他对着记者一脸无奈地说，我们收到的求助申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短短几天7500多份申请啊，申请的金额超过了1000万美元啊，而且呢，这个数字还在疯狂的往上涨，这得是多少个家庭在等着救命啊！肖恩上校还说，如果政府那边继续扯皮，他们准备给士兵们提供月中工资贷款。啥意思呢？就是你本来15号能拿到的工资啊，现在我这个慈善组织啊先借给你，让你先撑过去。你听听啊，一个国家的正规军啊，竟然要靠着慈善组织来预支工资，这传出去不让别国笑掉大牙吗？那除了这些大的救援组织，一些金融机构也是看不下去了，推出了针对军人的零息贷款，就是你来贷款，我不要你的利息了，解你燃眉之急。这表面上看，这好像是社会各界在献爱心，对吧？但是你往深了想，这恰恰说明啊，这美国的国家机器已经失灵了呀。他最基本的职能保障自己的雇员，尤其是保家卫国的军人能按时拿到薪水，这么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儿，他竟然办不到了，需要靠民间力量来兜底。这就像一个当爹的自己天天在外面是胡吃海喝呀，吹牛说自己是多厉害呀，结果家里面的孩子饿得哇哇叫，最后是邻居看不下去了，给送了碗粥。哎，你说这个当爹的脸往哪搁呀？这种事呢，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呀。有个空军军官的妻子他就跟媒体说，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在摧毁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呀。我的丈夫在为国效力，可是国家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我们。他还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这会严重削弱军队留住人才的能力。毕竟当一个士兵连自己的家人都养不活的时候，你还怎么指望他满怀激情去保家卫国？这话说的简直是一针见血呀。
你想啊，一个士兵他每天训练啊、执勤，脑子里想的应该是怎么完成任务，怎么保卫国家。可是现在呢，他脑子里想的是，我下个月的房贷怎么办呀？我孩子的学费从哪儿来呀？我老婆会不会因为没钱跟我吵架？当这个生存成了首要问题，那些忠诚啦、荣誉啦、国家的宏大叙事就会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了。人得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兵。饭都吃不饱，你跟他谈理想，那不是扯淡吗？这事也让很多美国士兵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了。这以前觉得呀，当兵呢是份荣耀、稳定的工作，现在看来啊，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完全取决于华盛顿那帮政客的心情啊。他们一不高兴，全家都得跟着挨饿呀，这风险也太大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在想啊，等服役期一满，赶紧退役啊，找个正经公司上班去。起码人家私营企业老板再抠门，也不敢随便不发工资啊，那是要被告的呀。长此以往，美军的兵员素质、战斗力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你用全世界最贵的武器把士兵武装到牙齿，但是你没法让他安心。那一个内心充满焦虑的和不安全感的士兵上了战场，他的战斗力能有几成啊？所以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特朗普搞的那场大阅兵啊，当他站在甲板上陶醉于航母的雄壮、战绩的轰鸣时，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呀，那些在甲板上列队向他敬礼的年轻水兵们，心里面正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搞得一张食品券。这支靠着救济粮来维持战斗力的最强军队，他到底在捍卫着什么呀？他捍卫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吗？恐怕他更多是在捍卫那场日益腐朽、不断撕裂的美国政治闹剧。士兵们成了这场闹剧里最无辜、最可怜的牺牲品啊！这个画面啊，比任何长篇大论的分析更能说明问题啊！它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呀，狠狠地抽在那个自诩为世界灯塔的国家的脸上。它告诉全世界啊，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败往往不是从外部开始的，而是从内部。当你的政治精英们只顾着党同伐异，而无视底层民众的死活，甚至连自己国家的保卫者都无法善待时，那么无论你这个航母再多，导弹再先进，你的根基其实已经开始腐烂了。就像一棵外表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大树，其实树线已经被蛀空了，一阵大风吹来，可能就轰然倒塌。所以朋友们，这事儿咱们是当个段子听，当个热闹看，但是这个热闹背后呢，这道理其实是挺深刻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帝国背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在于它有多少航空母舰，更在于它能否让每一个为之奋斗的普通人都能活得有尊严，都能按时领到那份养家糊口的薪水。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先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